中华民国史上最黑暗的农业案件，就是这个超丝鸡蛋牵涉3个前后任的主委部长，还可以查无不法，谁敢听啊？明明可以贪污，他还做了个鸡蛋生意，超丝竟然可以进8814万颗。巴西蛋可以用4个月吗？农业部说不使用啦，没问题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超丝鸡蛋陈吉仲等5位官员被控图利，均查无不法，而且呢是检察官签结。最近绿色的弊案连环爆啊，不只是超丝鸡蛋啊，后面呢还有好几个。前农业部长陈吉仲、农业部长陈俊记、前畜产会董事长也是前农委会主委林聪贤、前畜牧司长张经纬、前科长李宜谦，5个人全部安全下车，没有一个大官被判。超丝鸡蛋之所以严重，在于陈吉仲、陈俊记、林聪贤3个人都是部长级的，因为农委会改组成农业部之前呢，它是属于一级部会。刑法案件里面呢，当检察官起诉了一个人，他才会送到审理的阶段。进入审理的阶段呢，最终由法官来量刑，所以称之为判决。这个案子扯淡的地方是，陈吉仲、陈俊记、林聪贤、张经纬、李宜谦，检察官这个阶段叫什么？查无不法，谢谢指教，所以叫签结什么啊？我没有觉得太有问题啊，签个名结案叫做签结，扯到极点啊！自己案件自己签，这种东西竟然可以这样玩。签署签结理由，农业部在112年过后，因气候疾病影响，国内鸡蛋生产量不足，因此推动专案进口，开放12国鸡蛋专案进口。经济部国贸局与农业部分别在3月办说明会，征求媒合出口经验，能提出检疫与卫生证明，报价合理且在3月底前下单的厂商。大家知道当时为什么缺蛋吗？当时农业部辅导老母鸡太除，你听懂吗？当时是有小范围的禽流感，以至于市场上的蛋鸡突然呢数量不足啊，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批评说，你农业部是脑子瓦特了是不是？这是2023年的时候，有没有2年前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当时其中一个进口鸡蛋的州，当地也在闹禽流感，当时巴西也有禽流感为什么可以从巴西进口？还从内陆，特别从内陆州进口，合约一开始也不公布还有说明会到底谈了什么？很多啦，一大堆问题然后呢，超市最扯的事情是什么？2月24号暂停营业，然后农业部呢，当时是农委会，2月24号发起启动鸡蛋专案的公文，然后怎么样？超市3月2号复业，但问题是合约是3月1号停业都能签约这里面他妈唬烂的事情一大堆然后我们伟大的检察官真的把大家当白痴依照时程下单，你合约就不照时程了，你在那边依什么时程检方竟然说，超丝登记资本额是50万，此部分仅为登记事项，与实际支付能力有别，且超丝是以自身款项先汇给巴西鸡蛋供应商，再出汇款单向畜产会请款，足认超丝公司有足够支付能力。当时超丝的合约是这样写的吗？合约2之4叫代收转付，报价单就能请款。陈吉仲说验收才付款，结果你看检察官说什么鬼话？自身款项先汇给巴西鸡蛋供应商，再出汇款单向畜产会请款。但问题是，当时合约采购货款，你看清楚就知道了。巴西出请款单给我超丝，我超丝出请款单给农业部，农业部给我钱。理论上来说，我们买东西怎么买？我超丝给钱给巴西，巴西这边把单子跟货物给我超丝，超丝把货物跟单子给农委会，你农委会把钱给我，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照这个合约，它的启动方法就不一样咯，不是超丝给第一款超丝只要去跟巴西方说我要买这个鸡蛋，巴西方就把估价单丢给超丝，超丝依据这个估价单把它转给农委会，农委会就会先付钱给超丝，超丝就会付钱给巴西。那至于检察官所说汇款给巴西供应商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看一开始这个第一张估价单，后面的陆续的估价单在路上，是不是它就会形成一个假象？超丝持续付钱给巴西方，巴西方持续给鸡蛋给超丝，超丝把鸡蛋丢给农委会，农委会再继续丢钱给超丝，所以一开始启动这个估价单
官第一笔钱，请问是谁给的？那如果是超市给的，请问这笔钱是大还是小？那如果是超市给的，请问为什么合约里面要签代收转付，只要估价单就可以请款？那检察官在那边鬼扯说什么？叫做先汇款给巴西鸡蛋供应商，再提出汇款单向农委会请款，主任超市有支付能力。我跟你说，这完全是个诈术，可以一边买一边请款，有这种事情吗？有这种事情吗？你当别人都没有看过政府标案吗？没有看过公家机关标案吗？但当所有中小企业都白痴是不是？很多中小企业承包了这个案子，然后承包甲方会要求说，哦，那你要提升你的给付能力，你去增资，增资完之后还克扣你的尾款，多少人因为这样倒掉啊？真的都当别人都不知道你们政府怎么玩的啊。所以差别在什么？就在这个启动，这个启动键是所有的关键，这是最难的嘛。第一笔款谁出？在农委会跟超市签的 case 里面，第一笔款是农委会出。检察官说他有持续汇款，认为超市有支付能力。废话，当农委会出了第一笔款之后，所有的程序就 run 起来了。一旦 run 起来，看起来就像超市不断钱给巴西，巴西不断给蛋给单据，然后他再去请款。如果今天超市先给钱，那为什么要估价单？这当人民都白痴啊，演都不演，直接签结，无耻到这种程度。整个超市的钱全部都政府来的，他50万有什么钱？然后农委会当时跟宏源、台农发、陈冠、夏辉，你看这检方也真的是不要脸到了极点这个预判跟着完全符合当时我们的分析啊。他找了一大堆合格的公司啊，来掩护超市的不法你自己农业部的资料，你看50万，其他都是什么？其他都是正经大公司啊，一间111年9月才成立的公司，资本50万，负责人出资1000块，几乎没有任何进口实益，只从日本进了一单进来，然后接着就没有了。112年的2月25号停业，竟然可以签下8814万颗鸡蛋的超级无敌大单。你仔细看这张图黑到什么程度？只有超市是独立进口那你去看其他的宏源蛋品跟谁一起进口？跟台农发股份有限公司。台农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农委会旗下国营事业。陈冠食品有限公司旗下跟谁一起？跟台农发股份有限公司自己。夏辉物流有限公司跟畜产会自己就可以进口了。惠麦远银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跟台农发还有畜产会一起进口。这1、2、3、4、5这几家公司里面，只有超市是单独从巴西赚8800万颗蛋，进口最多，自干，还可以从头到尾空手套白狼。一开始还说蛋有打蜡，所以可以延期，打什么蜡？这个案子他妈真的是黑到爆炸。然后跟大家报告当时因为巴西闹禽流感，所以日本人不敢从巴西进口鸡蛋。这些日裔农场蛋销给谁？然后当时说打蜡，根本没打蜡。后来这些蛋怎样？全部做成液蛋，让大家吞掉，黑到极致啊！所以你看检察官讲的每个理由都在唬烂。超市在2022年9月设立公司，提前8月就与畜产会签署履约情形确认书这状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恶心2022年9月登记公司，8月就跟畜产会签履约情形确认书，请问你拿什么签？连公司都没有也可以签？检察官还是做了一点人事连公司都没有也敢签超级无敌他妈扯淡的。好看真的是把农业部的这个当时的新闻稿彻底的把脸打到炸裂。畜牧司长张经纬表示，超市之前协助日本蛋品时，同时有帮日本大型企业寻找其他出口到日本管道，所以超市有人脉有资源可以介绍各国进口管道。超市帮台湾寻找蛋源时，超市也有业务代表到墨西哥、马来西亚寻蛋，绝非所谓一人公司。而且该公司成立时间是去年9月，不是因为农业部今年要开始专案进口鸡蛋才成立的公司。来，这整句话从头到尾，吴育非一人身兼三角，同时是公司代表、日方代理商还是进口商，就这么扯。所以超市这个事情毫无下限，后面水太深了。